注意看这个男人，他正飞速开着车，刚准备低头看手机，突然一声巨响传来，只见一个壮汉被撞倒在车前，男人瞬间慌了，连忙下车查看，但他有些害怕，不敢走近查看。此时的壮汉奄奄一息，他并没有对壮汉施救，反而先是环顾了一下四周，发现空无一人后，竟然直接掉头就跑。可怜的壮汉只能凄凉地躺在马路上，遭受2次碾压。结果撞死人的尸体停放在太平间，就是他打工的医院，而他是这家医院的保安。一场关于鬼魂的报复即将上演。这个肇事逃逸后的男人名叫阿迪，在他肇事逃逸后的第2天，领导突然打来电话，把他调去了停尸房值班。在交接班时，同事还不明所以给了他一把手枪，说是用来防身。可停尸房里面都是死人，有这个必要吗？这天，阿迪百无聊赖坐在值班室里，正悠闲地玩着手机，突然女友发来了视频通话。奇怪的是，周围明明一个人都没有，可女友却坚持说视频里有个赤身裸体的女人从阿迪身后径直走出了值班室。气得女友二话不说挂断了电话。阿迪越想越不对劲，于是起身去隔壁的停尸房查看。门刚一推开，就发现窗户是敞开的。他也没多想，正准备走过去把窗户关好。可就在这时，诡异的事情发生了。只见一只苍白的手从裹尸布里滑落，吓得阿迪差点叫出来。好不容易平复了小心脏，他才拿着棍子小心翼翼地把手放回去。可就在他刚准备离开时，尸体的手却再一次掉了出来。阿迪只能硬着头皮再次将手放了回去。好不容易锁好门，回到值班室，可他怎么也想不到，今晚的怪事才刚刚开始。阿迪正盯着监控画面，突然身后的门自动打开了，好像有什么东西走了进来。然而回头却空无一人。紧接着，面前的水杯猛地一颤，还没等阿迪弄清楚，监视画面里又出现了一个黑衣人。阿迪看见有人闯入医院，二话不说，拿起手枪紧随其后，一路追到走廊时，头上的灯光突然忽明忽暗。阿迪靠着微弱的灯光，悄然来到了黑衣人的身后。可就在他拿起手电筒照向黑衣人时，对方竟然毫无反应。阿迪随即掏出手枪抵在对方身上。这时黑衣人才慢慢的回头，意外的是，黑衣人竟然只是个喝醉酒的壮汉。虚惊一场后，阿迪继续回到值班室玩手机。可正当他在 P 自己的亮照时，恐怖的一幕出现了。当他把照片放大后，竟然看到身后有个鬼影悬在柜子上。阿迪立马本能地回头看向柜子，可依旧什么也没有。随着诡异的事情层出不穷，他顿时紧张起来。就在这时，那个醉汉又回来了。阿迪见状，立马追了上去。两人一前一后来到铁门前。正当阿迪以为对方无处可逃时，只见壮汉仿佛空气般直接穿过紧锁的铁门。阿迪瞬间傻眼了，难不成是自己老眼昏花？正当他百思不得其解时，一晃眼发现停尸房的灯莫名又亮了。他小心翼翼地推开门，瞬间吓得说不出话来。刚才还好端端躺在停尸台上的尸体，竟然不翼而飞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停尸房的大门突然砰的一声关上，甚至还上了锁。阿迪连忙大声求救，可一切早已来不及了。看着紧闭的大门，无奈之下，他只好选择爬窗户离开。可还没等他打开窗户，房间的灯光就暗了下来，任凭他怎么按压开关，电灯都丝毫没有反应。就在这时，原本紧闭的窗户突然打开，铁丝缓缓掉落在地上。阿迪刚俯身捡起铁丝，身后却又传来诡异的声音。大半夜被锁在停尸房，还有比这更恐怖的事情吗？这天夜里，阿迪独自前往停尸房值班，突然间房门紧锁，窗户还莫名其妙打开。正当他准备关上时，水龙头忽然开始不停往外冒水，1个、2个、3个，房间里的水龙头仿佛中了邪，全都齐刷刷开始冒水。阿迪只能一个个关上，好不容易处理好，刚消停下来，手机响了。就在他刚接通电话，门外再次传来诡异的声音。阿迪以为有人来救自己，连忙用尽全力拍着门，整个人趴在地上，透过门缝大声呼救，可喊了许久，却迟迟没有回应。就在这时，窗外猛然飘过一个人影，窗户随即打开，紧接着窗户一个接着一个打开。阿迪死死盯着人影，终于在最后一扇窗户停了下来。阿迪竟然不害怕，反而认为是窗外的人在恶作剧。只见他愤怒地朝着窗户走去。就在这时，忽然看到脚边的一个垃圾桶，气不打一处来的阿迪直接一脚干翻垃圾桶，下一秒，垃圾桶里竟然缓缓掉出一堆人体内脏。阿迪顿时一阵恶心，趴在地上疯狂呕吐。然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窗子又响了起来。他再次起身，朝着窗子走去。随着步伐越来越近，发出声响的频率也越来越高。就在他伸出头的瞬间，刚才的醉汉赫然出现。阿迪祈求醉汉帮帮他，可醉汉却面无表情地拒绝了他。就在他一个转头的瞬间，醉汉已经悄然消失了。这时，停尸房里传来了一老一少谈论的声音，听上去像是一对父子在讨论兄弟。可诡异的是，停尸房里根本没有别人，这声音从哪里来的呢？阿迪慌张地四处张望，突然不远处出现一个人影，他吓得赶紧打开手电筒，整个人瞬间瘫软在地。这次他终于相信自己见鬼了。就在这时，旁边的停尸台上出现了一滩血，正一滴一滴地滴落在地上。更可怕的是，地上还有许多血脚印。阿迪拿着手电筒往脚印的方向照去，一点点照到了墙上，墙上竟然也是密密麻麻的血手印。那些血手印一直延伸到角落，还没等他看清楚，手电筒也开始抽风了，忽明忽暗，诡异地闪烁着。阿迪缓缓低头，眼前出现了一双沾满鲜血的脚，脚上还有许多渗人的尸斑。阿迪吓得赶紧躲在停尸台下，只见这双脚从悬空的状态慢慢下落到了地上。阿迪捂住嘴，不敢发出一丝声音，可他还是太天真了，鬼早就发现了他。下一秒，一个鬼头猛地冒出，人鬼四目相对的瞬间，阿迪被吓得差点晕过去。他尖叫着从停尸台下钻了出来，惊魂未定之时，却发现停尸台上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又多了好几具尸体，这些尸体正安静地摆放着。突然间，一个个仿佛丧尸般扭动着身体，坐在停尸床上。只见尸体从床上慢慢地爬到地上，一步一步朝着阿迪爬来。这个男人在停尸房被众多鬼影追杀，眼看着就要被鬼影包围了，但当他再次抬起头时，那些鬼影竟然全都消失了。惊魂未定的阿迪长叹一口气，他捡起地上的手电筒。奇怪的是，这手电筒怎么也打不开。这时，耳边传来一阵哭声，他的身旁从天而降一个白衣长发女孩。只见女孩把头蹲在地上，埋头哭泣，可能是惊吓过度。阿迪脑子也有点抽风了，也没想停尸房怎么会凭空出现一个女孩呢？径直就朝女孩走过去。还没等他走近，一个大块头黑人凭空出现。只见他死死掐住阿迪的脖子，紧接着一把将阿迪甩到墙角。正当他颤颤巍巍准备爬起来时，黑人竟然转头抱住了女孩，就想干坏事。阿迪一心想救女孩，捡起地上的小刀，毫不犹豫冲了过去，一刀刺进黑人的后背。可诡异的是，黑人并不觉得疼痛，轻轻松松就把刀拔了出来。正当黑人准备回击时，突然整个人瘫软倒下。阿迪见状，再次从地上捡起刀子，一刀又一刀地捅在黑人身上，鲜血瞬间喷涌而出。不知过了多久，阿迪才恢复了理智。然而此时的他发现自己已经不在停尸房，而是来到了一个公墓。紧接着，角落里传来了断断续续的哭声。阿迪循着哭声的方向走去，看到一群人正在举办葬礼。原本正围着棺材哭丧的一群人，突然间齐刷刷扭头看向他，就连棺材里的尸体也坐了起来。看到尸体的瞬间，阿迪直接吓得说不出话来。这尸体不正是他开车撞死的那个人吗？就在这时，电话突然响起，还没等阿迪开口，电话那头传来同事的声音。同事先是询问阿迪，境外领导给他打了很多电话，为什么都没接？阿迪顿时觉得不对劲，明明自己正是接到领导的电话才会来到停尸房值班，可他没想到的是，其实今晚的一切都是同事的精心安排。更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同事早已领了盒饭，此刻自己正在和同事的鬼魂对话。从阿迪交接班后，就意味着正式进入了鬼魂为他安排的世界。直到阿迪离开了墓地，重新来到医院的停尸房，他猛然看到床上摆放的尸体，他战战兢兢走向尸体，小心翼翼地掀开白布。直到这一刻，阿迪恍然大悟，这尸体不正是之前他开车撞死的人吗？原来因为他的肇事逃逸，才导致对方的死亡，带着巨大的怨念化作鬼魂来报复他。当阿迪缓缓转头时，发现对方的鬼魂站在了他的身后，而自己的身体渐渐变得透明。原来在鬼魂的报复之下，阿迪也离开了人世。这是一部冷门国家巴拉圭的恐怖片，这个国家离我们很遥远，但不同国家的人们却有着许多相同的价值观。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人们对于善恶是非判断的标准完全是一样的，正义终究会实现。